这几天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。我看到有网友说，这样不停的演习能带来什么效果？今天坛主邀请我来给大家讲讲。如果将1996年、2022年、2024年和2025年这几次演习放在一起，会发现每次都是对台湾守卫防线针对性的打脸。台岛一共有3道防线体系，首先是离岛防线，主要由金门、马祖、东沙、太平岛以及彭佳屿等地组成，用于达到威慑的效果。第2条是外岛防线，也就是澎湖列岛，有台湾绿媒称，这里布满军事基地。第3条防线是本岛，是作战体系的核心。如何打破台当局这无谓的挣扎？最务实的方式就是每当台独分子挑衅一次，演习区域就突破一次台湾所谓的防线。早在20多年前，面对台独分子的挑衅，演习区域便直接突破了台湾所谓的第1道防线，切断了其离岛与本岛外岛的联系。而到了2022年，因为佩洛西窜台，我们实现了对台湾第2道防线的突破，来到了台湾的侧方和后方。作为防守方，最害怕的就是侧背受击。一旦侧背被突破，台湾西面防线将面临2面包夹之势。在当时演习中，我们突破西面，在其北面的东海、东面的太平洋、南面的南海设置屏障，形成包围封锁之势。而到了2024年，因为台当局继续挑衅，我们已经能够把071型登陆舰也编入了联训编队。这个型号的舰艇可以运送士兵、步兵战车、主战坦克等，把车辆和人员都投送到台岛的陆地上。所谓台湾的第3道防线，想要抵抗毫无可能。既然3条防线的突破不是难事，为什么还要军演？为的是不断打磨细节，以便能以更大的优势赢下制胜局。这次演练目标更加明确，就是要切断或封控重要的能源通道。据报道，这2天岛内的天然气船为了避开军演，都没能按时靠港。而这次海警编队在海军舰机协同支援下，也从多个方向进一步逼近台湾本岛，比上一次围得更近，最近直线距离已经不到20海里。要知道，真实的登陆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立体的支撑系统，这其中必须要有执法力量的参与。如果真的出现了围台困岛以及登陆，一定要在外围进行清场，防止客船、货船、渔船误入其中，阻塞重要的航道，为围岛行动留出足够的空间，同时拦截军民两用的各类战略物资和装备的运补船只。这背后传递的信号是，解放军有充足的准备，随时可以武力制裁台独分子。而这些人越是挑衅，这种可能性就越大。在那一天真的到来，台独分子会发现自己每一条路都被精准堵死，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会以最熟悉的方式快速完成任务。台当局若一再执迷不悟，这只会让我们更进一步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最后别忘了点个关注，坛主将来继续帮你解读。